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主题是脉轮的能量清理。通过脉轮能量神谕卡，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和指引，帮助调整我们目前的一些不良的状态，变成更好的自己。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联系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首先呢，来到第1组牌的小伙伴们，请你们安静的坐好，并且尝试着与这组牌产生连接，深呼吸。首先呢，第一张牌它是关于脉轮之间的平衡。你们现在可能处在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当中，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琐事，常常在深夜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崩溃大哭。那么当你看到这张牌以后，你就要明白，其实混乱它是一种内在秩序的体现，任何的混乱最终都会被我们自身整理而汇聚成为一种能量，帮助我们成长。那么这张牌它给出的指引是 The only illusion is separation。 对你们来说，分离是一种幻觉，因为这只是在物理上的一种分离。可能说你们近期刚刚经历了一场离别，或者说你们一直以来思念的某个人常常让你们想起分离时带来的那种阵痛。我想这张牌他想要告诉你，你所思念的人他其实并没有远离你，因为他一直在你的心里他已经成为了你灵魂的一部分。第2张牌是顶轮 Crown Chakra Calmness。那么顶轮连接的是我们的知识、智慧、灵魂，还有我们超越意识层面的一些来自于宇宙和大天使的指引最近你们可能受到了很多外界噪音带给你们的一些刺激，同时呢，这些外界的噪音也会逼迫你们，或者说刺激你们做出一些不够理性的判断。但是呢，出现了这张顶轮那么这张神谕卡它就是在告诉你，你现在最需要的是理性与安静，找一个地方尝试着放空自己，让自己安静下来，去倾听自己内在的智慧的指引，去听听灵魂的语言，你们内在的声音。可能你们现在外在与内在处在一种失去平衡的状态，所以这张牌的出现能够让你们回归这种平衡。它带来的是这种宁静、安静的力量。第3张牌是 Science。我们的眉心轮带来的建议和指引就是 Science。那这个 Science 翻译过来就是一种信号最近呢，你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幻想，或者说甚至是看到了一些幻象，在你们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或者说在你们的梦中。最近如果你们的直觉告诉你们一些信息的话，你们一定要注意起来，尤其是当你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们内在的智慧会通过第3脉轮传达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指引。比如说你们近期会看到一些重复的数字，或者说一些事情的进展超乎自己的预期，又或者是一个内心当中的想法在慢慢的萌芽。那么第4张牌它带来的是表达力 expression。它是在我们的喉轮。那么这种表达力会让你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释放一些之前被压抑的情绪和想法，让周围的人更加了解你，同时也让你更加了解自己。当你表达出自己真实的需求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仍然是需要你的。同时呢，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近期有在因为某件事情叹气，或者说生活的不如意时常让你们下意识的叹气，希望你们能够改掉这个毛病，因为叹气会让你们的幸福溜走。那么第5张牌呢，是心轮带给你们的建议和指引 Forgiveness。
原谅、放下。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你们还依然活在过去，依然在过去的回忆当中挣扎，依然有一个你们无法忘掉的人啊，你们喜欢沉浸在回忆里，因为回忆好像牵住你们的一条绳索，而有一些人宁愿将回忆抹去，以便让自己的余生豁然开朗。希望你们都能够放下，放下一件东西、一个事情、一个人，或者说放下对结果的执念。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放下，你也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同时，新轮的这张牌呢，它告诉你的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用眼睛看到的，你必须要用心去感受。第6张牌呢，太阳神经丛带给你的是 fearlessness，勇气与无畏。把你的焦虑变成自身的勇往直前、不断向上的勇气，就是这张太阳神经丛带给你的指引与建议。可能说近期的话，你们有一件，或者说你们有一个想法，但是不敢行动啊，你们的行动力受到了阻碍，你们现在也很焦虑，你们焦虑的是，你们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们焦虑的是，你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变为现实。但是这张牌相信能给大家一些勇气与力量，去坚定的去实行，或者说将自己的想法，将自己的意识变为现实的这种能力，就是这张牌带给你的信息。那第7张牌是脐轮，脐轮带给你的创造力是一种重生的力量。那创造力的几种体现呢，是欲望的爆发。所以说这张牌它带来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呢是欲望被释放以后所爆发出来的。可能说你们近期经历过的一个打击啊，一度让你们对生活失去希望，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依旧是生命的体验者与创造者 creation。那么这张牌它带来的就是 creation， 创造的力量。那么你们经历的这个打击，或者说对你们目前的这种人生的低谷，其实已经即将要结束，因为每一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暖花开，你们的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接下来是收获的时间。那最后一张，脉轮神谕卡带来的是 strength， 力量。我想出现这张牌是你们现在急需要这种力量，因为现在的你们还不够坚定，你们还有一些内在的脆弱，时而会崩溃。而这张牌的出现呢，会让你们的内心变得更加的富足，来自于你们海底轮的力量，是你们内心当中给予你们的。而这8张牌，它都是来自于宇宙和大天使的馈赠，他们会带给你缓慢的、温柔的、循序渐进的这种改变的力量，帮助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变得越来越好。而这种力量也让你无需向外求索，而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一个拥有极高智慧的人，不是运用这些力量去改变世间的事情，而是对宇宙本源的运行法则全然的接受。请你们接受这些内在的力量，同时这个力量也是宇宙和大天使想要通过这组牌传达给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地追求自我，遵从内心的渴望。最后呢，疗愈神谕卡带给我们的 Welcoming Surrender， 希望你们能接受一切的安排，顺其自然。爱和心想事成其实并不是目的，而是一切都顺其自然的结果。一念放下，则万般自在。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我看到了，第1张海底轮，它带来的指引是 security。那么这种 security 呢，安全感，既然出现了这张牌，说明你们现在正处在一种深度的恐惧当中，可能是对于事情的发展不受自己控制而感到深深的无力啊，这种无力呢又会带来深深的恐惧。
又或者是你们害怕被这个世界抛弃的恐惧，你们依然没有找到自我，或者说你们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恐惧，各种各样的恐惧它都会扰动你们海底轮的能量。那么这张牌呢，它带给你一种安全感，那么这种安全感呢，其实是我们的内在所迸发出来的力量，给予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就算身处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也不会感到慌乱。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或者说通过冥想来直面恐惧带给我们的情绪扰动。当你有勇气直面恐惧的时候，恐惧反而会消失掉。因为的确可以在冥想当中从身体内感知到一股稳定的力量，只依靠自己就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那么第二张牌脐轮带来的指引是放下对结果的期待，转而享受过程。那么脐轮呢，是我们的第二脉轮，也就是说生殖轮。那么这种生殖轮它带来的爱情和感情方面的一些信息，就是说它告诉你，可能说过往你们经历过一些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爱情，但是呢这些爱情它都带给了你们很温暖的回忆。美好的人生是一种过程，我们应该享受这种过程。如果对结果有太强的执念，就会让我们错过沿途的风景。第三张牌是 confidence， 自信。confidence 太阳神经丛带给你的指引是自信啊。现在你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总是需要别人的肯定才能让自己自信起来。你们的潜意识里还是不自信的，尽管你们的大脑不断告诉你们要自信起来，但是你们的潜意识还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其实吸引力法则就是自信法则，因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力量。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不值得被爱，那你就真的得不到爱。反之，如果你能够打心底里相信自己值得被爱，那么就真的会有人来爱你，被你吸引。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暗示会体现在一举一动上面，你对外呈现出的状态，举手投足都是你内心状态的映射。所以要自信，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所必备的一种品质。那么第四张牌它带来的是 love， 爱，这种非常高频率的一个动词啊，它代表着非常高频率的能量，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一种感情。其实爱本身有自己的灵性，这种灵性会帮你找到对的人，而这种爱呢，它始于自爱。当你自身拥有爱的时候呢，爱情反而会来追逐你。那么第五张牌它带来的信息或者说指引是喉轮带给你的 vulnerability， 脆弱啊，内在的脆弱。可能说你现在你的内在很脆弱，但是你没有表现出来，你把这种脆弱伪装成了一种坚强。你们可能还会对身边的人撒谎，说自己过得很好，为了隐藏自己内心的脆弱，去保护那些不可取代的东西，去逃避挣脱不了的痛苦。但是这张牌它告诉你，有时候展现自己的脆弱反而是另一种坚强，因为你可以把自己的伤疤露出来让别人看到，而这也是一种自信的象征，因为你本身已经不再惧怕受到伤害了。其实我在这张牌里边看到了一种英雄主义，就是你们能够看清生活本身，你们曾经受到过伤害，但是你们依然能够热爱生活。而第六张牌它是 Destiny， 眉心轮带来的指引就是命运，跟随你的指引，它将带到你去真理所在之地。你的命运宇宙早已经为你安排好啊，你只需要敞开怀抱去接受它。因为每个人承载的命运不一样，你有你自己的使命，你只需要欣赏沿途的风景，也许路上会有一些颠簸，但是你最终会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第七张牌是 Oneness， 顶轮带来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永远也是宇宙的一部分。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点，你就能够从容的接纳生活带给你的一切。最后呢，这张脉轮能量卡告诉你的 Harmony， 和谐，一种和谐的能量。可能说你现在的生活有一点点失衡，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平衡自己的工作、生活或者学业，
但是呢，这张牌它告诉你，平衡与和谐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甜美。所以说，看到这张牌，你应该去审视一下自己在这段时间当中缺少了什么东西，你需要把缺少的这部分东西所带来的内心的空虚填补起来，让它重新回归到一种平衡。最后呢，我们看到这张疗愈神谕卡带给我们的信息是 Discovering Happiness， 对，发现幸福，首先要感恩当下的欢愉与美好。同时呢，这张牌带给你的指引也是要多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也许是养一个宠物，或者说学习一门能够帮助你心情愉悦的技能，甚至是出门散步，去晒太阳，那么这些都能够疗愈你内在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创伤。当你学会欣赏世间的美好，这样你就拥有了抵御糟糕的生命能量。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琐碎，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琐碎的欢愉和惬意，正躲在生活的角落里等你光临。所以要热爱生活，我们要热爱生活带给我们的一切，同时也要爱自己。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现在的话，请大家安静的坐好，尝试着与这组牌产生连接，并且深呼吸。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1张牌，它是生殖轮带来的 passion 激情。最近你们的状态可能是岁月静好，没有什么值得期待和开心的事情啊。在旁人看来，可能说你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产生真实的愉悦感，或者说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没有任何的激情。日复一日的生活让自己感觉是行尸走肉，做该做的事，见该见的人，说该说的话，自己像是戴着面具完成既定的任务。那么所以你们现在急需要这张牌，也就是生殖轮带给你们的指引，你们现在需要激情，对于生活和爱情的激情，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你们需要给生活赋予某一种意义，能够带给你们愉悦的事情，来重新燃起你们对生活或者说爱情的渴望。那么第2张牌是海底轮带给你们脚踏实地的指引啊，grounding。可能说你们最近的话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呢缺乏落地的行动力，你们现在需要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去实现自己心中所想的目标。那第3张牌是显化，那么这种显化的力量呢，是太阳神经丛带给你的指引，而这种显化是你的自信和信念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这显然需要你通过海底轮这种脚踏实地的力量，把自己内心所想变为现实的一种力量。那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可能你们近期打算开展一个副业，甚至是创业。总而言之呢，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呢，你们心中正在萌芽的这个想法，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啊，那这个脉轮神谕卡它会加速你显化的过程，它会帮助你实现心中所想之事。那么第4张牌它就是 connection， 连接，心轮带来的连接。首先建立连接的力量是伟大的。当你与一个人建立连接的时候，你的灵魂和身体都能感受到愉悦，而这种平静而美好的连接是你接下来即将会发生或者说即将拥有的。也就是说，你会和某个人建立这种深层次的连接，同时呢，这种连接也是我们内在的连接。我们要和我们内在的自我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连接，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明白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够屏蔽掉外界的噪音，真正专注于我们内心所想。第5张牌它是 listening 倾听，喉轮带来的指引。如果你想要被听到，首先你要学会倾听。那么这种倾听呢，它分为2种层次。一种是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首先你要做到变成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去倾听对方他真正需求的是什么。
而第二个层面的倾听呢，是倾听你内在的声音、内在的指引。当你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更加了解自己。Nico， 我觉得其实了解自己的过程本身就是疗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本心，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甚至比选择本身更加重要。第6张牌是 Trust， 信任。这种信任呢，是信任你内在智慧的指引啊，因为你的直觉它会连接到你的高我，它可以给出一些更有价值的建议，帮助你走出现在的困境。那么第7张牌是 Meditation， 冥想。顶轮带给你的是这种冥想的力量啊，它是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不会运用外在的感官去和这个世界接触，你会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信息。而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近期有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的话，或者说你们情绪起伏不定，总是感到莫名的焦虑和烦躁，那么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现在需要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尝试着用冥想去疗愈自己的内心。那么第8张牌是 Embrace the balance between earth and spirit。它是让你平衡内在与外在，让精神和现实世界架起一座桥梁。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走钢丝，如果你太注重精神世界的体验，就会忽视物质其实才是你生存的基石。如果你只专注于物质世界，那么精神就会变得无比匮乏。所以关键是要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后一张疗愈神谕卡带来的信息是 Embracing Worthiness。你可能听过Nico 我说过很多要加油啊，并不是我觉得你不够努力，也不是要你和别人去比较，而是我由衷的觉得你值得更好的。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永远值得我提到的这些美好甚至你会值得更多，就像这张牌里边给出的指引一样 ，Embracing Worthiness，拥抱值得。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么在第4组牌当中，首先请大家安静的坐好，尝试着与这组牌产生连接，并且深呼吸。第1张牌是太阳神经丛带来的 fertility 富足，让你的生命迸发出创造力。那既然出现了这张牌可能说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你们最近尤其是你们在从事一些或者正在学习一些需要创造力的技能或者工作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可能思维或者说创造力上有一些枯竭，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非常的匮乏，而这种匮乏呢，是因为自身的某一种需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满足，而在精神上感到无比的空虚。那么这张牌它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需要一些重新能够让你的人生迸发出活力的事情。现在你就急需要一些激情还有欢愉来振奋自己。如果你喜欢什么事情，那就请现在去做。如果你有喜欢的人，那就大胆的说出来，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你需要一些激情，需要一些冲动，勇气去提振自己的人生。所以这张牌其实它更多的是建议你做出一个行动，不要让自己的人生陷入到一个挣扎的泥潭当中。那么第2张牌是 Foundation。那么这种 Foundation 呢，是海底轮带来的一个指引，就是它是你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础是你的灵魂所寄托的地方。那么你们现在可能说会受到一些现实世界或者说物质方面的一些困扰，在金钱方面有一些匮乏，才会出现这张牌。那么你们现在的话可能说会受到一些生存的威胁，就是说可能说金钱方面会有一些匮乏。而第3张牌呢，是太阳神经丛给你的一种力量吧，闪耀。
或者说是一种信心，它希望你能够不断的从自身汲取能量，持续的让自己发光发热。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状态可能受到了一些生存方面的困扰，你们现在急切的渴望财富，而这种急切呢就会带来焦虑。那这种急切的渴望呢就会带来焦虑啊，让你们的内心当中啊产生一些匮乏，但是呢另一方面啊，这也会鞭策你们前进。所以说，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焦虑，正确的去看待自己的渴望。那么第4张牌是 self love， 自爱，心轮带给你的指引啊，那么这种self love 呢，是人不能轻易获得自己没有的东西啊，不缺爱的人才能够得到爱。所以说，这份爱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爱始于自爱啊。我们先要爱自己，我们才能够学会如何爱他人。亲密关系的第一层就是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关爱我们自己，照顾我们自己的需求，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那第5张牌是 dreams， 梦想，眉心轮带来的梦想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某一个梦想，或者是内心当中对于一件事情异常的渴望，而这就是你们以后或者说未来要踏上的旅程。千万不要忽视你内心当中那个一直以来的渴望，它将会成为你未来人生的一种信仰和指引，它会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一束光。所以看到这组牌的你们，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那么第6张牌是 peace， 安静平和的这种能量。首先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依然处于一种很迷茫、很困惑的状态，你们在积极寻求某一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在寻找到答案之前呢，要先让我们混乱的内心安定下来，闭上眼睛去感受，答案自然会浮现出来。那最后一张牌呢是生殖轮啊，脐轮带来的指引 letting go。还是放下，但是呢，这张牌的放下并不代表着放弃，有的时候放下是预示着另一种形式的得到，因为你只有放下过往，你才能够得到或者说接纳新的一切，所以说放下反而是一种得到的开始吧，而这种放下其实是一种觉醒的，是一种你即将觉醒的信息或者说状态啊，对于生活态度的一种觉醒，因为你们已经不再奢望过去的事情本可以有不同，你们能够明白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无法改变。你们对于自己最大的慷慨就是活在当下，憧憬未来。没有人会永远的活在过去，如果你们依然缅怀过去，说明你们现在过得不够好。无论怎样，你们都应该与过去做一个了断和切割。一定要记住，放下反而是另一种得到。如果你不放下，你就永远不会有新的开始。那么这张疗愈神谕卡最后带来的信息就是 allowing appreciation，感恩，它带来的是这种感恩的能量。如果你带着爱，带着感恩带着善意去理解这个世界，接纳这个世界，接纳你自己，那么你的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